今天要看約書亞記15章後半段，也就是很多人一看就想關掉的段落。沒錯，就是那種某某城、某某鎮、某某村，總共幾十個名字，這種一看就覺得，主啊，我的獎賞一定在天上，我願意跳過這一段。但是等一下你會發現，這些看似無聊到爆的地名，最後竟然藏着一個超巨大反轉，甚至是整個猶大支派的人生警鐘。今天我們要像探險節目一樣，從超長地名清單一路走到神要提醒我們的超現實反差。準備好了嗎？安全帶繫好，我們一起去逛古代以色列的猶大支派大園區。經文一開始說，這是猶大支派按着宗族所得的地業。接下來開始狂飆地名，列到你懷疑人生。我在讀的時候心裡想，如果猶大支派有 Google Map， 應該會爆炸。整個地區多到可以分成南區、西區、山區和地區、低地區。這不是以色列，這是大安區加信義區加台中七期加新北三峽再加淡水的概念。而最讓我震驚的是什麼？不是地名多，而是數量多到全章像聖經版不動產實價登錄。如果今天要買房，你看到房仲列房子寫這麼長的一串地名，你一定會覺得，哇哦，這地段絕對超值。往下讀，你會發現地名從古代突然變得很像台灣夜市，例如雅什拿聽起來像炸雞店，以格倫感覺像烤肉攤，雅什圖兩個攤位，連鎖企業。別笑，這段經文告訴我們，猶大支派不是只有山上住人，是整個地形全包，有山地，有農地，有沿海，有城鎮。等於上帝說，孩子，這份產業我給你滿滿滿，不只是生存而已，是豐盛生活。如果看到這裡，故事到結束，那還算一般。但聖經不是在做地政署公告，它在鋪成一個超級反轉，一個讓整章變成人生預言的反轉。突然在最後一句，最後3秒，故事轉向。至於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，猶大人不能把他們趕出去，耶布斯人卻在耶路撒冷與猶大人同住，直到今日。等一下，你前面地這麼大一塊，城市這麼多，上帝都給你了，結果你偏偏趕不出一個最重要的地方。你想想看，猶大支派得到的城市多到爆，結果唯一趕不掉的就是耶路撒冷。這個地名可能當時看起來沒什麼，但我們現在回頭看，耶路撒冷可是全世界的中心點，聖殿會蓋在這裡，世界歷史會在這裡轉動。但猶大支派怎麼了？他們放着不管，他們不是不能，是不願意再努力。因為這裡聖經的意思是，他們本可以趕走，但選擇妥協。就像神給你一個超棒的未來，但你偏偏卡在一個老習慣，不願意突破。神給你很大夢想，但你在某一點說，算了啦，就這樣吧。這整段長到不行的地名，最後竟然是要說，你可以擁有很大的產業，但只要你保留一個不順服的地方，那個地方會成為你的致命點。是不是突然很震撼？整章的靈魂居然藏在最後一句。原來15章的意思不是要你記住地名，而是讓你看到上帝給你很大，但你願不願意完全接收？你願不願意攻下你生命中的耶布斯人？你敢不敢處理最困難、最不想面對的那塊？
猶大支派擁有一切，山地、河谷、城池、農地、海岸，但因為留一塊不處理，後面整個國家的歷史都因此起風波。如果你今天覺得某些經文像地名課本，其實是因為你還沒看到背後那句，你是不是也在生命裡留了一塊領土讓敵人住着？這章不是無聊，這章是驚人的真心話。神給的祝福很大，但最大的障礙是你選擇不面對的地方。今天上帝也可能問你，你的耶布斯人在哪裡？你願不願意把那一塊也交給我？